小女孩在商场不慎和爸爸走丢。就在小女孩急急忙忙地寻找爸爸时，却不小心撞到了刚回国的暖暖身上。暖暖连忙弯下腰询问小女孩有没有受伤。当小女孩看到了暖暖后，不仅没被暖暖可怕的容颜吓着，反而磕磕巴巴地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暖暖看着小女孩也感到莫名的亲近，但暖暖的儿子却连忙阻止她，那是自己的妈妈，让她不要乱叫。原来6年前，暖暖的双胞胎妹妹因嫉妒母亲偏爱姐姐，竟然找人玷污姐姐，故意毁掉姐姐的清白，而让父亲把姐姐赶出家门。可谁都没想到，那天晚上和暖暖发生关系的，并不是妹妹找到小混混，而是上市集团总裁博时野。最意外的是，暖暖因此还怀上了孩子。妹妹得知真相后，更是不愿放过攀附权贵的机会，她直接把姐姐关进了仓库。10个月后，暖暖成功的诞下一名女婴。妹妹抢过孩子之后，还放了一把火要烧死姐姐。就在暖暖绝望无助的时候，听到消息的母亲赶了过来。母亲不顾危险，拼命把暖暖救了出去，但母亲却没能逃离火海。就在这时，获救的暖暖又生下了一名男婴。这时，暖暖才知道，原来自己怀的是龙凤胎。为了孩子，暖暖决定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转眼6年过去，当年逃出升天的暖暖，意外地接受了神医的传承。现在，他手中不光掌握着惊人的财富，还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神医。此次带着儿子回国，就是为了调查当年的事情，并寻找当年被抢走的女儿。为了隐瞒身份，暖暖刻意给自己脸上画了一道伤疤。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还没出机场就碰到了自己的女儿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另一边，总裁也从助理口中得知，从未开口说话的女儿刚刚竟然开口喊妈妈。那个女人现在在哪？立刻带我去。应该还在商场。此时的暖暖刚走出电梯，就这样，总裁和暖暖再一次擦肩而过。第二天，暖暖来祭拜过世的母亲。剧组放假了吗？我好想你啊，就想偷偷回来看看你，又不想被你给知道。听了暖暖的话，总裁感觉今天的未婚妻和往日不一样，最后还在她脖子上留了个印记。你吸血鬼吗？你咬人这么疼？连几日不见暖暖的小女孩在家也闹起了情绪，还用绝食来威胁管家。实在没办法的管家只能给暖暖打电话求助。挂断电话的暖暖急忙赶到了总裁家，进门就找管家了解具体情况。突然准备点好香味的东西。说完就来到了小女孩的房间。小女孩看到暖暖后，高兴的一直喊妈妈，妈妈呀，是的。还像个妈妈一样给她讲故事，哄她睡觉。等孩子睡着后，还不自觉地亲吻了一下小女孩。然而这一幕全被总裁看在眼里。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，应该也像珊珊一样大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喝的？从你刚才讲故事的时候。对医生没有恶意，你不用这样解释我。之后更是小心翼翼地把暖暖抱到了床上。就在总裁想要对女人做点什么时，却意外发现她脸上的疤痕似乎不太一样。那么接下来暖暖的真实身份究竟会不会被发现？后续很精彩，喜欢的老铁请点一下关注。